唯一的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相矛盾，现场指认有人在旁边引导，众多疑点没有查清，检察官要求法院重审。靠原始证据来定罪的。高科技发现了新的 DNA 样本，检察官与刑侦技术人员联手擒真凶。用图画得清清楚楚，错案被纠正，检察监督权完美发挥，还他清白。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作为顾客，他下来那条，他下来是走那条路，哪里下来走？顺着地边走啊。你呢？你找着？视频中的嫌疑人名叫卢荣新，云南省勐腊县人，因涉嫌强奸杀人，2012年9月份被警方刑事拘留。4年6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杀人罪判了他死缓。可2017年元月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他的案件改判了。第一，撤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西刑初字第1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二，上诉人卢荣新无罪。第三，上诉人卢荣新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卢荣新之所以能够从死缓改判为无罪，除了案件本身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还与案件不排除第三人作案有关。那卢荣新涉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他到底是不是真凶呢？2017年2月11日元宵节，记者在云南省勐腊县的一个小山村见到了卢荣新。此时离他被宣布无罪释放才36天，关押了4年多，对外面的生活他还没有完全适应。劳动我不会干，天天在家在了，劳动我不会干。干不了。干不了，上不去啊，走路都走不了，那只是关节。上不了。关节只是到处疼。卢荣新生于1972年，今年45岁。10多年前，妻子与他离了婚，他带着女儿与父母一块生活。4年多前，2012年9月10日，邻村发生了一起凶案，28岁的小媳妇邓丽被人杀害。随后，卢荣新被警方认定为凶手。我送孩子出去的时候吧，早上是我们两个去干活，上午嘛，去等那个包谷。死者邓丽的丈夫说，出事那天下午3点多，他送孩子去城里上学，妻子邓丽去包谷地里干农活。下午5点左右，他从城里返回时，还看到妻子在包谷地里，可天黑了，妻子没有回家。丈夫就到包谷地里去找，结果没见到妻子邓丽，他连忙喊来了亲朋好友，大伙在邓丽家苞米地附近，先是发现了邓丽的发卡、小花帽、背包等物品，继而发现了邓丽的尸体，尸体被人用土掩埋了，可头部露在外面。那里有叶子盖在那里，那我们就人都多的过去，他就那么难，这个就是了，那我就已经昏倒了。接到报警后，勐腊警方很快就到了现场。警方发现邓丽死亡时的姿势很奇特，是一个仰面的跪姿，上身的外衣不见，下身的裤子被退到了脚踝处。在埋尸现场附近，警方发现了一大片倒伏的杂草和折断的树枝。邓丽干农活用的锄头在旁边的小河沟里被发现。你们家就这一间房子吗？晚上睡哪儿啊？这里面。这里面这是睡觉的地方吗？我看看。怎么睡啊？我看。我自己睡那里了，睡这里。我看这还有个床是吧？这黑乎乎的，这没灯里面。那个灯烂掉。灯坏了是吧？天哪！邓丽长得比较漂亮，是附近几个村子出了名的美女。10几年前从外地嫁过来后，与丈夫感情一直很好。
丈夫以修摩托车为生，邓丽主要在家务农。她和丈夫生了2个孩子，大的今年14岁了，小的才8岁。那我们一个人都不知道，怀疑谁不知道，我也从来都没有发现过这种事情嘛，我们是吧？根本不会是反映哪个嘛，我们一样都不知道啊。丈夫介绍，邓丽个性比较沉静，并不爱与人交往，甚至很少与人说话，没与谁结怨。尸检报告显示，邓丽头部有2处外形伤口，脖子上也有伤痕。最终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邓丽是被人谋害的，那凶手会是谁呢？到8点左右才知道了。你知道8点左右啊？8点左右我在我们村里面一家人喝酒的时候听说了嘛。听说了。卢荣新说，邓丽被害那天，他一直在村子里喝酒。晚上8点多，听人说邻村的一名年轻媳妇被害，他没有上心。第二天，警方在勘察现场时，他还混在人堆里看热闹。没想到案发第3天，2012年9月12日，勐腊警方将他传唤去了。12号找了我，12号早上8点钟吧，我在我表弟家回来。后来嘛，在路上他们就带我过去的就带我过去嘛。是想说是把衣服裤子脱掉了嘛。把你衣服裤子脱掉了。叫什么名字呢？卢荣新。这是当初警方给卢荣新检查身体的录像。从录像中可以看出，卢荣新的脸上、身上有多达28处的伤痕和皮下出血点。麻烦的是，卢荣新自己说不清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啊，我到底是怎么来的嘛？我也天天喝酒嘛，看到9号，9号又喝了1天酒啊，10号又喝了1天酒，11号又喝了1天酒，喝了3天酒。卢荣新说不清，警方怀疑是作案时留下的，对他展开了重点调查。结果从现场这把锄头上提取到了卢荣新的 DNA。这把锄头是死者邓丽当天干农活用的，凶手是用这把锄头埋的尸体。卢英兄我从来都不认识，但是在爱丁场会见面。见过面。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但不知道人。你知道，但是我们跟他没有玩过什么。不熟悉哈。不熟悉。卢荣新与死者邓丽不是一个村子，2村相隔500-600米远。邓丽丈夫说，他与卢荣新认识，可不熟。据他所知，妻子邓丽与卢荣新根本就没有打过交道。DNA 在现场锄头上被提取到，再加上身上有28处不明伤痕与出血点，勐腊警方认为卢荣新与邓丽的死有关。通过审讯，卢荣新承认杀人。卢荣新供述，案发当天下午18点左右，他在邻居家喝酒，出门解手时，远远地看到了地里有一个穿花衣服的少妇，起了邪念，跟了过去。少妇不同意并反抗，他先用手捂少妇的嘴，后又掐她脖子，将她掐晕。强奸她，把她衣服扒光了。卢荣新说，少妇晕过去后，他脱了少妇的衣服开始强奸。中途少妇醒了，他随手抄起少妇的锄头，朝她头部打了几下，少妇再次晕了过去，他完成了强奸。卖什么？在哪买？找个买的。就从那边。练呢？练从那边。练朝边。强奸完成，他将少妇的尸体拖到一个坡下埋了起来。由于着急，头部没埋，慌乱中抓了些草盖上，将埋尸的锄头丢在了河沟里，沿着原路逃走了。事后才知道，少妇是邻村的小媳妇邓丽。泥泞的香蕉林，涨水的小河沟，往来600-700米远的距离，一名醉汉如何能够到达？那个时候还那个涨水，路啊路坑坑坑坑的泥巴滩。 2次被抓，50多个小时的疲劳审讯，
8次笔录，只有1次认罪。我一直到今天我没相信。还他清白，今日说法继续播出。现场锄头上有卢荣新的 DNA， 身上有28处不明的伤痕，他自己承认杀人，交代的作案过程和现场勘查基本吻合。警方认定卢荣新就是杀人凶手。随后，卢荣新被批捕、被起诉，可卢荣新的家人并不接受这个结果，认为卢荣新是冤枉的。一从晚要4点钟回来，一直唱他有人在一起，10多个人一唱他在嘛吧，什么时候再到哪个家，什么时候几点钟在哪个家，儿子清清楚楚嘛，一种人也证明嘛吧。卢荣新母亲相信儿子不会杀人，她仔细地向人打听过卢荣新的活动轨迹，发现案发当天卢荣新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和条件。在阿康先生家喝酒的时候是人家送小娃了，就是5点左右，4点半，可能早上可能4点4点半就会去了嘛，可能晚了要到5点啊，5点半啊。卢荣新的哥哥介绍，村子里的多位村民证实，案发时卢荣新一直在村子里喝酒，没有离开过。即使按卢荣新自己的供述，说是喝酒过程中外出解手时临时起意，哥哥认为也不可信。那个是镇长说的啊，就那个河里面哦，是吧？只是在出事是河那边的，我知道。而且这边是香蕉地噶，香蕉地的那个沟是这么宽这么深的啊。对。而且那天他就这么追他，那个时候还那个涨水，路坑的泥巴滩，他怎么会去？案发现场位于这棵大树下面的玉米地里。从卢荣新所在的村子过来，首先要穿过一片香蕉林，这片香蕉林大约有300-400米宽，然后是一条1米多宽的小河沟。卢荣新的哥哥说，当天卢荣新喝得酩酊大醉，行动都不麻利，怎么可能跑到离村子300-400米远，还隔着一条河沟的作案现场强奸杀人、掩埋尸体，然后再返回喝酒现场，若无其事呢？香蕉这里面呢，你要一踩踏掉就要滚那个沟去那个，我衣服肯定要脏嘛。如果他可以说马天他回来还来这里喝酒，衣服都没换嘛。如果第二天衣服没换哦，还套着那个衣服。那可能抓黑那天都还在穿着那套衣服呢。卢家人的辩解并没有被重视。卢荣新案一审是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法院认定卢荣新杀人、强奸事实成立，构成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以故意杀人罪判了他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我不相信嘛，我一直不相信，我一直到今天我不相信，我一点不放弃，我儿子不得回来我不想，反正早期是肯定要得回来。虽说卢家人相信卢荣新没有杀人，可法院认定他有罪，既有他的认罪笔录，还有他对现场的指认。现场指认和笔录都有同步录音录像，录像上没见有人逼迫他，这是有根有据的。卢家人内心有点打鼓。就是后来还病，他生病，我生病，我说经常生病，我说我眼睛不好，我心脏不好。我这个老人说有这个老怪说小脑萎缩，有气管炎，有肺气肿，还气管炎，我还肺气肿。父母体弱多病，女儿还没有成年，卢荣新是家里顶梁柱，他一旦真的杀了人被判刑，这家里的日子就真的没法过下去了。怀着不安，一审结束后，老父母与家人在看守所见到了卢荣新。他说不是他做的，我说你说实话，他说不是他做的。如果是他做的话，我们再请律师的话，也是白搭了嘛，嘎。不浪费钱了嘛。他说不是他做的，卢荣新哭诉是被冤枉的，家人内心稍微平静了些。可白纸黑字的笔录，没人逼迫的现场指认，他又作何解释呢？已经被宣判无罪释放回家的卢荣新对此进行了回应。审了3天嘛，审了3天。12号去嘛，12号早上在这里审掉，在这里油房了嘛，审掉1天，到12号晚上去送出木了，
刑侦大队嘛，送到那个省道15号早上，15号早上把我送回来。卢荣新介绍，警方前后传唤了他2次，第一次是案后第3天，警方发现他身上有伤，将他关了起来，期间给他做了4份笔录，他没有承认作案。3天后，警方将他放了，可没几天又将他抓了进去。18号下午6点多钟，就把我叫去了。谁把你叫派出所的？是刑侦大队的。刑侦大队。是蒙大县的刑侦。刑侦大队的有打电话过来还是叫你？他直接来到家里面，我就在车上绑机子那种。他就把我带走了。案发后第9天，也就是2012年9月19日傍晚，勐腊警方又将他传唤去了。这次警方似乎是有目的，审讯方式和上一次不同。一直连续在审嘛。他不让吃饭吗？饭也吃了一小点，水也不给喝，总折磨我。我实在讲多话口渴了嘛，口渴受不了。我实在受不了，我就在上面签了字。卢荣新说，警方采取了车轮战术，不让他睡觉，甚至连水都不给喝。刚开始2次笔录，他仍然没有承认作案。到了2012年9月21日深夜，已经被审了2天多，50多个小时没合眼的他有点神志不清了。这时，审讯人员拿出了一份已经写好的笔录，让他签字。看嘛，脑子全部都是懵的，看嘛看是根本不知道里面内容，就有种签到字了嘛。看不清楚。看根本不清楚嘛。卢荣新说，迷迷糊糊中他签了字，具体内容并不清楚，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份承认杀人的有罪供述，而这也是他唯一的一份有罪供述。警方总共给卢荣新做了8份笔录，确实只有这一份是承认杀人的。至于没人相逼的现场指认，卢荣新说也不真实。懵掉了，当时也是懵掉了，我干不清楚的，头都昏光掉，不受控制的，大脑不受自己控制的。那指认现场那天白天，你还不清醒啊？还不清醒。我们连续了几天，有前面3天，后面有3天，都是连续1分钟都不得睡觉，折磨的实在人了受不了的。卢荣新说，现场指认是在刚做完有罪供述后进行的，当时他的神志还是不清，他根本就不清楚现场指认如何完成的。听完卢荣新的解释，家人选择了相信。我第一次看到多少人查出来的多嘛个人，哪个7、8年查出来的有，哪个10多年查出来的有，人家帮人我枪毙掉还查出来的有嘛个，我想着嘛，我查得出来，我怕的。还很相信。我相信党的政策，相信如果那么国家法律，我说。唯一的认罪笔录与现场勘查调查存在冲突。万一为什么不在？同步录音录像，只有图像，没有声音。一根第3人的毛发在现场被发现，这个阴谋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还他清白，今日说法继续播出。认罪笔录和现场指认，卢荣新说都是在他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做出的，自己是冤枉的。可法院认定他有罪，有一份铁证，从现场锄头上提取到了他的 DNA。如果他真的冤枉，与死者不熟，那他的 DNA 从何而来呢？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卢荣新坚称自己冤枉，是无罪的。他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根据审判程序，卢荣新的上诉案被转送到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审查。检察院看完卢荣新全案卷宗，最直接的感受是，一审法院认定卢荣新有罪的证据并不充分。本案呢，主要是靠言辞证据来定罪的。唯一的一个重要的客观物证呢，就是在现场那个提起的一个锄头把上提起到了一个插数物，插数物上呢提起到了被告人卢荣新的这个DNA 分析，这个鉴定是他本人的。一审法院认定卢荣新有罪的证据，除了现场锄头上提取到的卢荣新的 DNA， 最主要的证据就是卢荣新自己的有罪供述。
可检察官认为卢荣新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值得推敲。尸检报告呢证实了这个死者是窒息死亡，而且呢这个头骨上面的2个伤呢是没有导致骨裂的，也就是不足以致人死亡。也就是说，这个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就是这个窒息死亡，而非卢荣新自己供述的用锄头打死的。那么这都是矛盾点。检察官首先指出，卢荣新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和鉴定结论大部分都能吻合，可也有疑点。首先是卢荣新交代的作案手法与邓丽的死因不一致。卢荣新交代，他第一次掐死者的脖子，导致了死者昏迷，中途死者醒来，他第2次抄锄头击打头部，死者这才死去。可死者邓丽的尸检报告显示，他是死于机械性窒息，与锄头击打致死的说法不吻合。其次，卢荣新交代死者那天上身穿的是件花衣服，可实际上死者当天穿的是蓝上衣。另外，还有一些物证，卢荣新的有罪供述里没有交代去向。死者的上衣现勘的时候是没有找到的，就是被害人的丈夫说呢，他的妻子当天去劳作的时候呢，手上是戴了2个这个银手镯。那么在这第7次有罪供述里面呢，卢荣新的供述里面呢是没有提到的。卢荣新则强调，有罪供述是在自己神志不清的状况下做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警方审讯非法，可查看整个审讯过程，检察官认为警方审讯的合法性值得怀疑。制作图像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11点到反正就是差不多12点，这个时间段了嘛，比较疲乏了嘛，处于准备是要睡眠的这个状态，所以人的思维和这个各方面呢都比较疲乏。审讯时段很特别，同步的审讯录像也很有意思。在公安机关做过8次供述，唯一的一次有罪供述在第7次。第7次有罪供述，公安机关也对他进行了这个同步的录音录像，但是呢，这个录像呢只有图像没有声音。那么我们首先呢就是把这个光盘拿到这个昆明市这个技术支队进行，让他们想把这个声音给恢复了。恢复了以后呢，看看到底这个第7次有罪供述是不是这个被告人真实的一种供述。但是可惜呢，就送过去以后呢，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呢，无法恢复。检察官曾经向勐腊警方咨询过，为什么同步录音录像的声音会嘈杂不清？勐腊警方解释，出了设备故障。命案是最受警方重视的，监控设备怎么会在审讯时出故障？公安机关在这段时间对他进行讯问呢，我们认为这个讯问的过程呢，只有图像没有声音。我们认为通过图像来审查呢，不能排除诱供和指供的这个可能了嘛。审讯过程可疑，供述内容又有疑点，检察官认为这份有罪供述的真实性无法得到保障。仅凭现场锄头上提取的 DNA 并不能指控卢荣新犯罪，因为 DNA 在现场被发现存在多种可能，并不一定是强奸杀人。除此之外，案中有一系列疑点没有解开，可能关系到案件的真相。因为这个案发现场一打开一看，那个案发现场显然是一个性侵的现场，死者的内裤脱到膝盖以下，上衣不在整个从那个看呢，人直观的判断就有性侵的过程。他的这个强奸了嘛，只有他的唯一的一次有罪供述，没有任何的客观物证，因为在被害人的体内没有发现他的精斑，在现场呢都没有发现这个卢荣新遗留下来的指纹客观物证，包括他的 DNA 分析都没有。从现场勘查来看，很明显是一起强奸杀人案。一审法院也认定卢荣新构成了强奸罪，可指证卢荣新犯强奸罪，除了他自己的供述，警方没有在现场提取到任何痕迹物证，这不正常。不正常的还有现场一根毛发的存在。这根阴毛经过当年公安部的鉴定这根阴毛既不是卢荣新的，也不是邓的。据勐腊警方介绍，在勘查现场时，他们在地面上发现了一根毛发，
经鉴定，这根毛发既不是死者邓丽的，也不是卢荣新的，是一个第三人的。可这个第三人是谁，警方并没有查清。这根阴毛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众多疑点没有查清，认定卢荣新有罪的证据又不充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建议将案件发回重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受了检察建议，撤销了一审法院死缓的判决，要求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卢荣新案。苦，每次看见都苦。那这里面嘛，手都碰碰做不到个，还有铁丝网，只能是爬到点窟窿啊。特别是领他姑娘去看一回是俺妈回来哭了，没。不是爸爸做的，不是爸爸做的，你等着爸爸肯定回来，是不是？卢荣新离婚后执意要将女儿留在身边，女儿是他的心头肉，也是他全部的希望。现在自己成了强奸杀人犯，不仅让女儿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还会在女儿的心中留下永远的阴影。他说里面是一直在这种想，我说总有一天会有个清白的一天，一直在这种想。我决心是这种，反被做的事情，总会有清白的一天。案件被裁定重审，卢荣新看到了希望。半年多后，重审一审结果出来了，可并不乐观。2015年6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仍然认定卢荣新构成故意杀人罪，判了他死刑，缓期2年执行。只不过将原来的强奸罪由10年的刑期减轻为3年。数罪并罚，还是判处了卢荣新死刑，缓期2年执行。就完了，想没想过就完是，我是心里面还是想，总归有一天还是会，不管有多长时间了嘛，我会有清白的一天，我还是要继续一直上诉，我是这么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认为，卢荣新案证据不充分，众多疑点没有查清，现在重审一审仍然判定卢荣新有罪。是补充了新证据，还是查清了疑点呢？2012年9月10日，云南省勐腊县的一个小山村发生了一起凶案，年轻的小媳妇邓丽被人奸杀在自家的包谷地里，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强奸他，把他衣服扒光了。经侦查，勐腊警方从案发现场一把锄头上检测出了邻村离异男子卢荣新的 DNA。经过审讯，卢荣新承认杀人。卢荣新交代，案发当天他在村子里喝酒，出门解手时，远远地看见一名穿花衣服的少妇在包谷地干活，就起了邪念，跑过去用手掐住少妇的脖子，并用锄头击打少妇的头部，在少妇晕倒后将她强奸并杀害了。随后，卢荣新被一审法院认定构成强奸杀人罪，判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卢荣新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负责审核的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认为，一审认定卢荣新有罪的证据有问题。本案呢，主要是靠言辞证据来定罪的。一审认定卢荣新有罪的证据主要是卢荣新自己的有罪供述、现场指认录像和从现场锄头上检测出他的 DNA。警方总共给卢荣新做了8次笔录，可承认有罪的只有1次，而这唯一的一次有罪笔录还与现场勘查调查存在矛盾。警方对这唯一的一次有罪供述做了同步的录音录像，可奇怪的是，只有图像，没有声音。通过审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认为，卢荣新的有罪供述和现场指认录像的真实性无法保证，单凭现场检测出了他的 DNA， 不能确定他是凶手。为此，要求法院重审此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建议，裁定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卢荣新案。他说里面是一直在这种想，我说总有一天会有个清白的一天，一直在这种想，我决心是这种，
反正没有做错的事情，总会有清白的一天。案件被裁定重审，卢荣新看到了希望。半年多后，重审一审结果出来了，可并不乐观。2015年6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仍然认定卢荣新构成故意杀人罪，判了他死刑，缓期2年执行。只不过将原来的强奸罪由10年的刑期减轻为3年，数罪并罚，还是判处了卢荣新死刑，缓期2年执行。绝望啊！想没想过绝望是我是心里面还是想，总归有一天还是会，不管有多长时间了嘛，我会有清白的一天，我还是要继续一直上诉，我是这么想。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云南的卢荣新案。重审一审仍然认定有罪，卢荣新不服，他再次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现，重审一审并没有补充新的证据，原有的疑点也没有查清，还是依据原有的证据判了卢荣新死缓。高院法官认为这样判决有问题。从表面上看呢，这个案子应该是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特别是 DNA 鉴定。作为刑事法官都知道，一个案子如果有 DNA 那个鉴定意见来证实这个案子的话，基本上属于铁案。高院法官认为，卢荣新案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一些证据，特别是从锄头上提取到的 DNA， 可一旦将这些证据单独拿出来逐一分析，就会发现问题很多，有的证据甚至是违法的。我们觉得应该不是看守所。为什么？因为看守所的话，那个讯问室这个地方有一个铁栏杆，这是把审讯人员和被告人是分开的。卢荣新的有罪供述显示，当时警方审讯他的场所是在看守所，可同步的录音录像上的场景又不像是在看守所。经过多次求证，勐腊警方最终承认，卢荣新所做的唯一一次有罪供述是在他们公安局的办案中心完成的。那么经过我一再追问呢，最后面这个承办警官告诉我，他们确确实实不是在这个看守所进行的讯问，是因为当时呢，他们做了个理由，是因为当时呢这个在改造看守所改造，所以呢经领导批准呢，在他们办案中心进行的讯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嫌疑人被拘留后，警方应尽快将他送往看守所，最迟不超过24小时。卢荣新这份有罪供述是2012年9月21日深夜做的，此时他已经被关了2天多，50多个小时。警方对他的审讯违反了规定，所做的笔录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还有卢荣新的现场指认。给他们实际上是押着走了，他并不是带着走。是警方押着他走，不是他主动往前走。从指认现场录像来看，卢荣新的表情呆滞，对案发现场似乎并不太清楚。这个找不是我们说跟别人去找，你好好的去找个。在侦查员询问他一些细节时，他有些不知所措，侦查员不得不对他进行了提醒。你要好好想下这个问题。这个昨天告诉我们现在，我问你就说是可能一定是追出这些回来，没是从那边没到这个位置没来呢？我想问你是你来这个位置了嘛？是你从这里是已经从那边追出去没是那边不到来呢？是这个问题。虽有侦查员的提醒，可卢荣新对现场的指认还是不太精确，他甚至将埋尸的方位说反了。在哪买？找个买呢？这是朝那边，就朝那边。脸呢？脸朝那边。脸朝那边。有罪供述的审讯场所违规，现场指认有人在旁边引导。高院法官认为，这2条证据都应当被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这样一来，指控卢荣新案有罪的主要证据只剩下现场锄头上提取到的他的 DNA 这份鉴定报告了。高院法官认为，这份鉴定报告也有问题。就发现他那个锄头是扔在一个水沟里面。当天晚上呢，也下了大雨，那个整个锄头从照片上来看，那现场看那个照片，它基本上整个锄头是应该被水泡过了。从照片上看，只有很小的一段是干的。那个 DNA 它是一个水溶性的物质，
经过一晚上的水和雨的浸泡，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捡不到 DNA 的。案发当晚下了大雨，正常来说，锄头上是不可能提取到人体的 DNA 的。诧异的是，勐腊警方提取到了，可提取到了卢荣新一个人的 DNA， 锄头使用者死者邓丽的 DNA 却没有提取到。你也用过这支笔，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取的 DNA， 应当是混合型的。混合型啊，对，有你的 DNA 也有我的 DNA， 啊，对，它是不纯净的。但是很奇怪，这个案子的 DNA 是纯净的，只有卢荣新的 DNA。应该如果是他强奸案的话，即使按照他被告人的交代，在被害人体内却没有查到被告人的 DNA 信息，这个我们觉得就是说反差特别大，在最该查的 DNA 的地方没查到，在不应该查的 DNA 的地方相反还查到了。鉴定结论反常，鉴定过程也有问题。根据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鉴定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并附卷移交。可从锄头上提取到卢荣新 DNA 的这份鉴定报告，警方并没有将鉴定过程附卷。他们对当初的检材提取过程还说法不一，有几种不同的描述，有的描述是在现场提取的，有的描述是在9月18号以后到州公安局实验室才提取的，然后还出具了多份说明，但是说明的情况都没有把这个情况给解释清楚。这个非常重要，检材的来源的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被污染，还有可能被搞得混杂掉，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高院法官认为，检材提取的经过与时间说不清，那检材的真实性就无法得到保证，最后鉴定结论也就不可靠了。我们排除掉了这些证据，不能再进入法庭调查，也不能再进入法庭辩论。那么排除了之后，很显然，要认定卢荣新犯罪的证据就没有了。头部外形伤口非锄头击打形成，死者并不是被人掐死，是一种带状物，比如这个裤带内的东西。一名第三人的 DNA 在死者体内被发现，肯定就跟案件有密切的关联了。17岁的少年犯下了滔天大案，我就在这边扔拿一个土还他清白。今日说法继续播出。一桩强奸杀人案，3个主要的定罪证据全部有问题，是案件本身的取证难度大，还是工作不仔细？此时卢荣新失去人身自由已经3年多了，内心备受摧残。特别是像这种案子了嘛，强奸杀人的这种案子，里面人是最讨厌的，受多少气在里面，人家看不起你嘛，就看个人都看不起你那个。看不起他会怎么样呢？哎呀，就是不理你啊，咋个样啊？你反正是不跟人家一样啊。卢荣新在看守所里度日如年，老父母和未成年女儿的生活陷入了困顿。卢荣新是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在家时他种橡胶，每年能够有3、4万元的收入，日子还过得去。被抓后，家里的经济来源没了，还要借钱给他打官司。这怎么才看不见你们？现在眼睛看不见了。我眼睛看不见了，这只还会近一点，这一点看不见了。眼睛是苦瞎掉了，我身子是搞垮掉了，动不行，不动不行。一个娃读书，还有他在关在里面，多少困难。几年官司下来，家里已经欠了10几万元的外债。卢荣新的女儿今年18岁，在县城读高中，每年近万元的生活费与学杂费，让卢荣新的老父母实在扛不住了。他们曾想让卢荣新的女儿退学。爸爸怀中啊，叫他来过教，他说奶奶，我不给来过教，我要读书。你那得借供我以后我出来读书出来我来哭慌。我现在我从来他们说，那他只有他要读书，他说是。卢荣新和家人在苦苦挣扎，而对死者邓丽的家人来说，日子过得更难。然后我眼泪都出多少我都说不出来了，这个事。
3个主要定罪证据都有问题，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要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那卢荣新就是无罪的。可要释放他，问题就来了：谁是杀害邓丽的凶手？卢荣新真的是无辜的吗？通过反复考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再次转交给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案件在事实方面、证据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可以说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认定卢荣新有罪的证据缺乏，能否说明卢荣新就是无辜的呢？为了揭开真相，检察官一面对卷宗材料进行全面复核，一面去了案发现场。可一番调查，并没有找到卢荣新有罪的新线索。相反，刑事技术人员又发现了2条能够排除卢荣新作案的依据。我觉得这个头部损伤呢是一个打击伤，这种攻击呢，打击的这个攻击我也做了一个判断，我认为就是那个砖石内的这种，砖石内石头啊这种内的呢，这种还有具有一定的要有平面这种特征。尸检报告显示，死者邓丽头部的2个外形伤口，卢荣新供述是他用锄头击打形成的。可刑事技术人员认为，邓丽头部的外形伤口并不深，应当是石头等平面物体击打形成的，这与卢荣新的供述不一致。另外，卢荣新供述他是用手掐死邓丽的，可刑事技术人员认为，这与死者身上的伤痕不符。他受压的方式，他是额颈，而我看了以后呢，我认为这个不是额颈，这个应该是是勒颈，是颈部受到压迫。这里压迫的物质呢是一种带状物，比如这个裤带内的东西。锁定卢荣新有罪的证据没有，排除他作案的证据越来越多。莫非卢荣新真的是无辜的？检察官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经请示，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将此案通报云南省公安厅，并委托省公安厅司法鉴定中心对原案提取的相关物证进行重新检验鉴定。可没想到的一个结果出现了。你比如这个案件的特点是认定是一审判的是强奸杀人，在这个案件当中恰恰的性侵的证据，你比如说犯罪人遗留在现场或者遗留在死者阴道内的这些精斑又没有检出来，那我们就多了一个心眼。云南省公安厅将死者邓丽的下身提取物运用新的技术重新做了一次鉴定，结果发现了一个新的 DNA 样本，它不是卢荣新的，也不是死者邓丽丈夫的，是个第三人的。云南省公安厅觉得非同小可，就肯定很严重了。这个里边如果有些除了这个死者丈夫以外第三人，这个肯定就跟案件有很密切的关联了。出于谨慎，云南省公安厅将卢荣新案的有关物证送往北京，请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更权威的检验。结果不仅同样从死者邓丽的下身提取到了第三人的 DNA， 还从死者邓丽的内裤上提取到了同样的 DNA。我们实验这个党组呢，高度重视，要求我们呢，这个以公安机关啊一定要把先发现的这个情况一查到底。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联合云南省公安厅成立一个专案调查组，并向勐腊县公安局发出了重新启动侦查的公函。沿卢荣新办案人员，请他们自动回避。这是一个新的案件我们以严格要求新的参与进来的专案人员，严格按照诉讼法的规定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范自己的这个取证行为。通过现代的技侦手段，侦查人员很快就锁定从死者邓丽下身和内裤上提取的那个 DNA 第三人是卢荣新同村男青年洪树华的。洪树华1994年出生，2012年邓丽被害时他年仅17岁。这是洪树华从一开始呢，并没有被公安机关纳入到那个侦查的视线里边，因为他当时呢，一个是他未成年，他当时才17岁，另外一个呢，这个洪树华在案发前呢，他这个右手呢受过
伤，骨折了，然后做个手术。洪淑华也不认识他，还是一个小孩，我也一样都不跟他玩了，就是过来会说话，在一起的，还是不在。不说话。死者邓丽的丈夫表示，他们与洪淑华也不熟，更没有什么往来。与此同时，现场的这根第三人的毛发因技术原因无法确定是不是洪淑华的，可与他的家族有血缘关系。专案组认为洪淑华有很大作案嫌疑，依法传唤了他。通过几天的较量，洪淑华承认自己作案。之后他就在这种上树，然后一直搞完，然后我就拦了他一下，他就往后倒嘛，像这种石头漏着那砸在头上。是啊，他到了位置在那位置。洪淑华交代，案发当天他在山上打鸟，无意中看到了在包谷地干活的邓丽，就胁迫邓丽与他发生了关系。担心事情败露，他用裤带将邓丽勒死了，然后将邓丽的尸体挪到坡下埋了起来。他在这边中，我就在这边中拿个土翻过来看他。洪淑华认罪伏法，卢荣新被宣判无罪。那他身上的28处伤痕与出血点因何形成？现场锄头上为何会检测出他的 DNA？ 还他清白，今日说法继续播出。通过一系列调查，专案组认为洪淑华交代的一个人作案是真实的，因为他交代的作案过程与现场勘查和相关鉴定报告更吻合。他交代的一些细节，如果不是作案者，根本就无法得知。之前没去过，案发之后也没去过现场，他没去过。我说你给我画一下，这个现场是什么样子的？你首先和他相遇，然后去胁迫他，然后你俩摔倒，他在这个地上挣扎，然后你又胁迫他到了，这个实施这个强奸的地方在哪儿？周围是一个什么一个景物，对吧？有哪些东西？有什么树？对吧？是鱼塘啊，还是稻田啊，还是玉米地啊？对吧？你给我描述，他用图画得清清楚楚。专案组前后对洪淑华做了34次笔录，每次笔录都有同步录音录像。除了第1次否认作案，第2次、第3次说是与卢荣新共同作案外，其余的口供，洪淑华都承认自己作案，并向卢荣新表达了悔意。也想说，你在针灸这条10年多了，我也曾想过自首，但是最终为止都没有迈得出。我想真心的对他道歉。为了确保洪淑华案的公平公正，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将洪淑华案交由异地的云南省普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普洱市人民检察院对洪淑华案进行了全面审核，认为洪淑华涉嫌强奸杀人罪的事实充分，证据确凿。是有28个点，我们在质证的时候把它分析出来，通过印证他的供述，由此证明非凶手不能知道的情况现场吻合的点有那么多也就是说，应当就是说他就是当天在这个现场作案的凶手，他才知道这些细节。普洱市人民检察院认定洪淑华才是杀害邓丽的真凶，并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将他起诉到了法院。洪淑华是真凶，那之前被抓被判的卢荣新就是冤枉的。2017年元月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2审开庭，认为判定卢荣新有罪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第一，撤销应当审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西刑处置第160号刑事复旦民事判决。第二，上诉人卢荣新无罪。第三，上诉人卢荣新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除了见着家人，我抱着家人都哭了，整整的10年多，终于有清白了。我今天都想，被告人洪淑华
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7年元月21日，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洪树华构成故意杀人罪、强奸罪，但因犯案时未满18岁，是法定的从轻情节，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洪树华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基层公安机关在侦查这个案件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人先入为主啊？那么也有一些不规范的问题，执法不规范的问题，也有一些经验不足的问题。基层的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上证据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还是有疑罪从轻这样的事项，真的是，所以导致案件这个带病啊进入我们的批捕起诉环节，一致进入审判环节，这是我们应该认真这个总结和反思的。目前，云南省有关部门已经启动了卢荣新案的追责程序，最终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而卢荣新的生活在慢慢恢复平静，他现在正在做提起国家赔偿的准备。好，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王文丽处长。王处长，我们知道这个冤假错案的发生，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哈。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卢荣新案，从这个检察机关的角度，您认为它的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卢荣新案应该算是一个错案。那么现在来看呢，主要是证据取证过程存在瑕疵，那么证据审查把关不严。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呢，我们公安的这种当时的这种检验技术还没有达到与办案的这个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因为第一次审查的时候，公安机关进行鉴定，那么并没有鉴定出存在第三人的这个 DNA 的这种情况。后来是经云南省公安厅运用较为先进的这种技术鉴定，才检验出存在第三人的这种 DNA 的情况。当然了，公检法机关互相制约的这个作用，可能发挥的还是不是很到位。您看这个卢荣新案哈，最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们知道跟这个检察机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那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在这个案子当中，您觉得检察机关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呢，就是在案件进入二审审查期间，检察机关认真审核证据，发现案件疑点，可能有存在着侦查不规范的情形，那么因此呢，就建议发还重审。那么案件第二次进入二审之后呢，检察机关承办人员经过阅卷呢，发现这个案件的当中的客观性证据的发现过程、提取过程和储存过程存在不规范的情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检察机关呢，就是在发现疑点的基础上呢，就是引导公安侦查，从而发现真凶。检察机关发挥的第三个方面的作用呢，就是呢，在发现真凶之后呢，为了保证案件呢依法进行呢，就提出原先从事卢荣新案的侦查检察人员全部进行回避，同时呢，对真凶洪树华呢异地羁押、异地审判，从而保证侦查依法进行。案中还有2个疑问：洪树华是真凶，卢荣新是无辜的，为何现场锄头上提取到了他的 DNA？ 他身上的28处不明伤痕从何而来？后经调查，28处不明伤痕可能是醉酒后自己摔的，也有可能是被蚊虫咬后自己抓的。还要不认线？不是。哎呀，不要乱来！老人叫陈家阳，79岁。在陈家阳身边的是老伴徐玉珍，75岁。来，酒给拿去的。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除夕一家人难得一聚，但即便是这种时候，陈家阳夫妇的脸上也少有笑容，他们的心头压着一件大事儿。我想我这就快死了吧，我想把生养我想我死了就必然了。
都讲的冤，就是没见着他听他的名义就上走几十里，下走几十里，谁又不知道陈家阳是冤案？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一对年过古稀的老夫妇口口声声地说要申冤，到底是什么冤在老人心里搁了这么久呢？让他们觉得非申不可呢？这个地案的给我要死了呢，我叫这小孩把那地案搬到棺材里头，我吃了就闭眼了。陈家阳所说的材料是21年前一个案子的案卷。为了能看到案卷，2015年6月，陈家阳甚至把霍邱县公安局告上了法庭，让对方公开这些材料。他今年呢也是年近古稀了，我们就是想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给陈家阳最后一个说法。陈家阳认为案卷应该公开，但公安局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陈家阳要求公开的内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那么作为公安机关在侦办刑事案件过程中，行使的是刑事司法的权利，产生的信息不应该向社会公开的。那么陈家阳要求公开的到底是一件什么案子？他为什么如此坚持，甚至不惜和公安局对簿公堂呢？事情还得从1995年8月的一天说起，开端居然是因为一把粉丝。就是画面中的这种粉丝，21年前突然出现在南滩村的路边，有几个村民看到后就去捡，其中包括陈家阳夫妇的女儿陈孝宪。当年她23岁。据陈孝宪回忆，那天上午他看见家门前的地上散落了不少粉丝，也没多想就上前捡了一大把。看见人在捡粉丝，我抱着孩子你就顺便捡回来了。粉丝是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大家都只管捡回家了。陈孝宪捡到后，把粉丝放在自家院子里，之后锁上了门，去了几百米外的娘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举动会是一场灾难的开始。很后悔，很后悔的。我抱着孩子捡了一把粉丝，害了我们全家都翻了花。是在哪捡呢？你在家。这个人是陈孝宪的邻居，他回忆说，当年陈孝宪去娘家后不久，就有人找上门来。这是2个人才来了呢。哎呦，他讲的有俺喜欢啥的呀？他就说该是啊，他讲的我喜欢啥的呀？我讲你喜欢呀？他就的。找上门来的是2个男人，其中一个叫何建明。他说，他和同镇子的朱大国2个人合伙做粉丝生意，一人进了一车，途经村子，路有些颠簸，粉丝掉了不少。他丢了3捆粉条了，3捆的粉丝大概在100多斤吧，40多斤1捆子不了。发现粉丝掉了之后，何建明就和朱大国2个人往回找，顺着粉丝的痕迹，一路找到了陈孝宪家门前。那个泥巴一捞不就印子吗？一直捞到他的门前啊！在院墙外，何建明看到院子里放着一大捆粉丝，但门是锁着的。听邻居说，陈孝宪回娘家去了，何建明的同伴朱大国就找了过去。陈孝宪就是去了陈家阳夫妇的家了。当年陈家阳在南滩村开了一个米面加工房，加工房离女儿陈孝宪的家不过2里地，走路10分钟就能到。何建明就在原地等着找粉丝的朱大国回来，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有些蹊跷。一去再没有回头，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不回来了。走路10分钟就能到，又是机器响个不停的加工房，应该很好找。但同伴朱大国迟迟不回来，这让何建明有些着急，他也找去了陈孝宪的娘家。到了8面房以后，我就问他来没来人，他说没来人。面对找上门来的何建明，陈孝宪和父母有些意外。他们说，一上午都在加工房里忙活着，没见到有人来找。就叫一个人去找粉去找去了，也没有，我也没看见呀。我讲我不知道，我没看人上俺家去。朱大国没有到米面加工房去，那他人去了哪里？着急之下，何建明又找到了村支书，借了村里的大喇叭找人。我这高音喇叭一喊，哪个听不着你哇哇叫，我就喊了6遍。朱大国同志，请你听到广播后立即还回原位，我在此处等你。
满村子喊朱大国始终没有出现，何建明感到情况不妙，因为朱大国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走掉，连剩下的一车粉丝也不要了。我那坏了，出事了。何建明和朱大国两个人是霍邱县石店镇人，距离粉丝掉落的南滩村有50多公里。何建明在那天晚上又找去了朱家，得知朱大国也没回家，这下子大家都急了，朱大国能去哪里呢？你讲的当时讲的几点，找不着了，找不到，这回就可能就那因为找他那个大弟弟身高也那么憨，对吧？一个大活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在白天消失，朱大国的家人担心他出了事。那之后，朱家人每天都在南滩村寻找，重点就围绕着朱大国当时走的这条路，也就是从陈孝宪家到他的娘家加工房。一天没一顿饭，是在那个新城的家里面一直在那走了，我在那个有点走了10多天。当年也就是这条路20年来几乎没怎么变，路边还有一片池塘，朱家人甚至想过朱大国有没有可能掉进去，但什么也没找到，最后他们报了案。1995年8月下旬，王杰刘乡派出所的警察来到南滩村调查朱大国失踪这件事，随后把捡粉丝的陈孝宪连同他的父母3人带走了。叫朱大国对你家去的，对你加工坊去的，朱大国不见了，我也没看见。陈孝宪觉得挺委屈，他说虽然他捡了人家的粉丝，但从头到尾没有见过朱大国这个人，他的父母则一直在加工坊里忙活，是无端被牵扯进来的。不过警察对他们怀疑也是有原因的。对朱大国失踪之后的一系列的活动轨迹，包括粉丝的掉落，寻找到陈家阳家附近，这些情况综合分析判断的。警方表示，出于职业敏感，他们觉得朱大国不可能突然失踪这么长时间，所以当时就怀疑这起失踪可能是一起命案，采取了疑似命案的一些侦查措施和调查手段，包括调查走访、现场勘查等等一系列的围绕他失踪可能被遇害这种情况来开展工作的。警方不仅调查了陈孝宪和他的父母，还把所有捡了朱大国粉丝的村民都排查了一遍，除了陈家人，还带走了村里其他几个捡朱大国粉丝的人。俺伙计也抓进去了，很多好娃掉希望他死了的啊，有2年的时间的啊。不过调查了2天，没有查出什么。陈孝宪和他的父母被放了出来，做了200元的罚款处理。那一次，其他捡粉丝的人也被派出所罚了款。你捡多少，他捡多少，也称了，多的也是花200块，少的也是罚款200块。花200块钱吗？死新闻了吗？就解释了，怕的啥的？对呀。因为一把随手捡到的粉丝被罚了200元，还害得父母和自己一起在派出所里待了2天。陈孝宪觉得挺倒霉，可是没想到这件事儿远远没有结束。大概还有1个礼拜左右啊，他又来给我们抓去了。一具无名尸体，一个彻底改变事件的转折。想了那闹惨的很。一家9口被抓，面对讯问，他们如何供述案情？我跟我爸爸是最大的嫌疑。承认杀人，在看守所，他等待着命运的安排。好像是害我，是枪毙我，是咋是劳改我呀？南平的错案，今日说法继续播出。朱大国失踪1个多星期后，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也彻底地改变了整个事情的走向。当时有个村民在淮河河道发现了一具尸体，脖子上还坠着一块大石头。发现尸体的河段距离朱大国最后失踪的南滩村只有几里地。这个消息很快传回了朱家。是那个有亲戚家的对象10个人最后没了。这头你看朱大国，你找不着那不就是？朱家人心里有个不祥的预感，这会不会就是朱大国？他们随后报了案，民警把尸体打捞上来，拉到了县里的殡仪馆，让朱家人辨认。朱大国的妻子、妹妹、妹夫都去了，他们认定尸体就是朱大国。那老爸死了都哭了，这么多年，那我就觉得是他嘞。那人跑100万里走出人，
他那泡半晚，头都看不着啊。悲伤的朱家人把尸体拉回家下葬，他们觉得就为了一把粉丝，朱大国死得不明不白。家长死了那闹惨的很，可以讲一个人没有不掉眼泪。在处理朱大国后事的同时，朱家人好几次找到公安局，要求查清这件事，给他们家一个说法。之后，公安机关又来到了南滩村，第一个调查的就是捡粉丝的陈孝宪，把他和他的父母再次带去了派出所。我讲我没见到人，他说我撒谎。我讲我没见过他人，我是咋死的吗？谁害他呢？我讲哪有人害他？俺都没见到人呢。陈孝宪和他的父母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说没见过朱大国，更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那之后的几天，警方又陆陆续续去陈家抓了好几个人，也包括陈孝宪的丈夫。我跟我爸爸是最大的嫌疑，他认为我老公他们有没有帮手。陈晓是陈家阳夫妇最小的一个孩子，当年只有12岁，也被带走了。陈晓说，当时连着他家里被带走了9个人，全家只剩下一个80岁的老奶奶看家。问我这我们家有没有杀人，比如说我们家有没有去陌生人，就这样。所有到派出所的陈家人都否认和这件事有关联。陈孝宪说，接下来让他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他不相信，他又打呀，打得也狠，再捅毛，气的气。陈孝宪说，办案人员始终不相信他说的话，还打了他。父亲陈家阳也说，因为否认和这件事情有关，在派出所也挨了打。我不能讲了，大家也讲不完。他想讲话迟一怒，这20多年了，你看这事还没变过来。你讲你咋活？当年手铐留下来的印子到现在也没有消。后来陈家阳有点受不了了，他就说是他杀了人。就是我打死的，我要这个枪嘛，你把我枪毙了吧。陈家阳承认杀死了朱大国，他的家人似乎洗清了嫌疑，陆续被王节柳乡派出所释放了。家人听说陈家阳承认杀了人，大惑不解。我想他肯定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尤其很大的折磨。当时心想着我爸爸肯定被打得很。陈家人觉得陈家阳是遭到了刑讯逼供才承认杀人的。那么当时的办案人员真的这么做了吗？关于这个办案细节，在我们采访时，警方没有正面回应。那这个具体情况我不是很了解。警方只是表示，当时他们的调查重点的确放在了陈家阳身上。开展一些一的调查工作，认为陈家阳有重大作案嫌疑。而陈家阳也确实供述了杀人的一些细节。你打哪？我要打肩膀头这一关，我要打腰一关。陈家阳交代，他是用加工房的棍子和扳手把朱大国打死的。杀了人后，他把作案工具扔进了加工房前面的池塘里。警方当时找来了抽水机，抽池塘的水，寻找作案工具。有不少村民都看到了。大鬼这个人马红啊，这是谁不来？你看他7小时啊，他咋这么差点把他害掉了吧？猜他把人打死了，上那洗菜的沟里头，好些抽水机都去抽上来没人上。警方当天并没有找到杀人的凶器。那之后，陈家阳还是继续被关押着，加工房自然也就没法开了。用了一把大锁，就是加工厂就封掉了。封掉之后，然后把加工厂里面的扳手呀、什么东西的，全部就拿去进行化验。这个米面加工房是陈家阳夫妇1987年开的，是南滩村唯一的一家。苦心经营了几年后，生意很好。陈家阳夫妇在方圆几十里都小有名气。加工房不仅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他们的骄傲。忙的时候，每天来加工米面的人一个接一个，没断过。那几个大队的，那个也是工田的来的，都里有10里路，下楼那的，在镇台子都来的接的，那都排得远的很。当时为了给加工房通电，陈家人还自费买了电线杆、变压器，随后又给村里买了100多根电线杆，为全村供电。这几张电费单就是当年开给陈家阳的，可见当时加工房的生意的确不错。
可现在他们平静富足的生活被打破了，他们不知道即将迎接怎样的命运。等于是家败人亡了，这个老母亲哭得不得了啊，还有一个关牢里的。此时陈家阳日子也不好过，在承认杀人后，他从周集镇派出所被转移到了霍邱县看守所，在那里又羁押了1个多月。陈家阳回忆说，有一天夜里，看守所的民警突然把他喊了出去，这可把他吓坏了。坐牢的就讲呢，俺这里的人只有讲晚上人夜里人带来的，没有夜里出去的。我可心里记着，好像是害我，是枪毙我，是咋的，是劳改我呀。陈家阳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几个小时后，他居然在看守所的大门口见到了家人。来重新叫我第2天早去接他，俺就想着这咋一回事呢？原来警方通知了徐玉珍，让他去接老伴陈家阳回家。就这样，本以为要被枪毙的陈家阳，却突然被释放了。很不容易了，就是这样，也没有想到我父亲会被放出来。送回来，他跟他受罪受气了，心里喜欢的不得了啊！心里能出了牢，我总喝点热茶，喝点热稀饭，我心里也带进去。被放出来自然是好事，陈家人十分高兴，但他们也疑惑不解，既然承认了杀人，陈家阳又怎么会被释放呢？直到那天晚上，一切才真相大白。朱大哥回来没有死，回来了，这也是我们家就是说没有想到的。就在把陈家阳放出看守所的那天晚上，公安局来了人，告诉了陈家一个令他们惊讶不已的消息：朱大国回来了。自从朱大国回来之后的当天晚上，迅速地发现这起案件是一起错案，连夜释放了陈家阳，安排辖区派出所将陈家阳接回家。亡者归来，当初他为何不辞而别？上回找朋友打工去了，就是一个被关掉的加工房，2个被改变的家庭。你说那主要就把他弄回了啊！一具被埋葬的尸体，一个被掩埋的真相。事后也开展了一些工作。南平的错案，今日说法继续播出。在这个灶台前烧火的人，就是被大家误以为死亡了的朱大国，今年67岁。也就是因为他引发了一连串后来的事情。那么当年他到底去了哪里呢？朱大国说，当年他的确是顺着村里的路去找陈孝宪了，都走到了加工房门口，但他转念一想，丢掉的那些粉丝很可能找不全，这一趟肯定要亏钱了。就这样，朱大国改变了主意，在加工房的门口拐了个弯离开了。家里那是马上的在家里不要来家要吵嘛，因为这个我也不敢回来了，我就明明想走到马虎，想死的。朱家经济不宽裕，当年借了钱贩的粉丝，本想着辛苦一趟能挣点钱，结果还没开始卖，粉丝就丢掉了不少。朱大国觉得无颜面对家人。给我溜，我就去上回找朋友打工去了，就是一气之下，朱大国连剩下的粉丝也不要了，从南滩村直接搭车去找了邻县的朋友，后来又去天津打工，一直没和家人联系。他这一走就是2个月。说他不识字，文盲，没办法。他心里想这样想，他说我出去打工把这混点子钱挣上来，不就可以回来了吗？粉丝钱挣出来了，朱大国回了家。回到镇上的他被当成了奇官，因为此前大家都认定他已经死了。朱大国，你都回来了，他说你赶紧回家吧。他说你没去天津得跟人打官司，为了这个事家里闹得不安，这闹1个多月了。朱大国说，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这一走居然引出了这么多麻烦事。首先是一具无名尸体被误认为是他，被家人安葬了，然后与此无关的陈家阳还白白受了冤，被关进了看守所。由于朱大国失踪，后来与上游飘下了一具尸体，这些偶然的一些因素巧合。霍邱县公安局说，自从发现朱大国回来，他们立即意识到办错了案子，除了对陈家阳错误羁押，对尸体的认定也出了错。泡了很多天，已经成巨人观了。当时呢，就是刑事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没有及时的通过 DNA 来认定。那么当时被误认为是朱大国的无名尸体又是谁呢？
事后也开展了一些工作。什么方面呢？查找尸源工作。这项查找尸源的工作始终也没什么进展，而这时候全村人更关心的不是那具无名尸体，而是陈家一家老小的生活。陈家阳虽然被释放了，但经过这2个月的关押，大家感觉到陈家阳的身体明显的弱了下去，感觉他突然一下就是变瘦了那种感觉。被关看守所2个多月，吃睡不好，瘦也是自然的。但这趟牢狱之灾给陈家阳造成的还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消瘦，就是一个喘、吐血，那样你还不敢干活，还找不好点就吐了，找不好点就吐了。新村到哪是瞧病人都叫，你也是心血吐多了呀，带着后遗症喘呀。陈家阳说他胃不舒服，还总是喘，乡村医生也给看过。陈家阳被放出来之后，常去村医那里，据说是因为时不时吐血，而在此之前从没有过。是胸闷、气喘，开始中间带血、淌血，可我给他治疗不下于10次。关于陈家阳当时的症状，村医生也记得非常清楚。有时候是白天找，有一次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夜里淌血，不是栽到地下的是什么？我知道他在地下歪着。陈家阳的身体变坏了，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村里的卫生院也说不出什么来，只能给他开点药。陈家阳的这个变化也被其他村民看在了眼里，不少村民亲眼看到过他吐血。他一回来的时候就瘦的很，就是不断的经常吐血，来到他还吐过血。您亲眼看到过吐血吗？亲眼看到过。我在学校教书嘛，人家那2天该教书嘞，你看老大吐的他血不能活了，我连饭跑去看看，哎呦，吐的大，烫的那脸全白的结。从后来六安市第2人民医院、霍邱县第1人民医院等多份医院的诊断结果来看，陈家阳患上了上消化道出血、胃溃疡、神经官能症等病状。药多的很。这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总共9样的。就是管你那腰疼的，这有喷的。腰疼这腰疼的很。这腰疼也喷的，就这。因为胃不好，这几年陈家阳1日3餐就是水煮面条，另外就是喝一些牛奶。吃吧，你找高的找白的。他这么没菜吗？就吃这个面条。他就是一天，他天哪，干什么就是那拿了个菜炒菜。他吃不了，他胃是受不了。陈家阳说身体不好就是被关押期间造成的，除了个人身体，整个事件也对家庭造成重创，家里变得一片萧条。连母子养个头养10多个，你我那猪也就把它弄毁了啊！那时陈家阳本想继续把加工房干下去，但因为身体吃不消，不巧的是老伴儿徐玉珍在使用机器时还伤到了手，无奈加工房在这件事发生1年后彻底关了。胳膊疼腰疼，咋能干的我不敢干了。没化妆的时候我一个看5部机子。加工房关了，机器也被陈家人处理掉了。剩下些卖不掉的机器，陈家人舍不得扔，一直放在了家里。像这个机器就是当年粉碎机嘛，粉碎猪饲料这一块。这台机器就是当年加工面粉的机器，这一台机器就是加工这个大米的机器。这个机器剥出来这个米啊是整粒的，80几年的时候，3000多块钱吧当时。曾经引以为傲的加工房现在成了全家人痛苦的回忆。陈晓说他的成长见证了家道中落的全过程。1995年之前，陈家经济很宽松，是全村第1个买电视机的家庭。那时电视是很新鲜的玩意儿，有不少村民去他们家看。那时候放的片子应该是海东法师、海东传奇什么之类的那个，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到我们家去看电视嘛。记忆最深的那是去了很多人，就是说板凳上面坐不下，就是坐在床上嘛，然后就说把我们床都压塌了，就是这样。而这之后加工房关了，陈家冷清了，主要任务就是给陈家阳看病。
陈晓说，他记得在县城念初中时，每星期回家都要给父亲带药。我父亲出现比较严重的时候，让我带这个白蛋白嘛，放在泡沫箱里，里面放上那个冰棍嘛，怕这个白蛋白去变质。带到村医师呢。对于一家之主陈家阳的变化，其他陈家人都痛在心里，特别是当年捡粉丝的陈孝宪。事情发生后2、3年里，他一直郁郁寡欢。他说，事情全因他而起。想起这个事情就要掉眼泪，就要哭。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为了给他换一个环境，不让他胡思乱想，陈孝宪的丈夫随后带他去上海打工。20年前的事像是一个转折点，陈家人似乎一直没有走出这件事的阴影。同样的阴影在朱大国家也能看到。谁想跟他找点麻烦？为了这，双方都不好受。1995年，朱大国家为了安葬那具死尸花费了不少钱。朱家人说，朱大国回来后，他们一家人把坟给平了。在农村看来，这是一件晦气事。朱大国因此在街坊邻居里觉得抬不起头来。这些年，朱家也一直忌讳再谈这件事。还有小孩子都没来，不是。不要再讲了，老汉讲了你这该死了，不该死了。他不讲的，你不要说。这该死了，别讲了。朱家人不愿再谈，以至于多年后和记者讲述时，没说几句话，朱大国的妻子就连拉带拽的把朱大国带走了。为什么你事情都过去这样了看，我们也不想还那个呢。这些年来，朱家一直生活拮据，朱大国还是在街道上卖粉丝，他的妻子儿子卖早点，一家人起早贪黑，很辛苦。做生意哪有容易这么做？以前都是用那个手推车吧，手推车推，用敲子担。一直到现在，陈家人和朱家人都没有见过面，两个素未谋面的家庭却因为同一件事产生了交集，改变了轨迹。朱家人不愿再提起，但陈家人觉得不得不提，因为他们说自家的变故就是因为当年公安办错了案子导致的。我刚才说一讲，我讲我今年这受这样，人家都能生冤，我也不能生冤吗？申请赔偿，要求公开，他们执着地想要一个说法。只要求你在电视台上给我们家恢复名誉。突然提起的诉讼，公安机关也有自己的说法。我们没有发现有直接关联的一个证据。作证的村民，他们能否揭开当年的真相？那民警不让我进去，我在门口看了一眼。南平的错案，今日说法继续播出。2007年4月，陈家阳在霍邱县领导街坊日时上访，要求给予国家赔偿。2个月后，霍邱县公安局答复陈家阳，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2条第1款，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2年。公安局认为陈家阳的诉求已过了诉讼时效，因此不予受理。申请国家赔偿失败之后，陈家阳很郁闷。我父亲整天在新闻里看，就是全国有很多那个像冤假错案呀，是吧？就得到了平反啊，恢复了名誉，然后追究了办案人员的责任。但我父亲就是说，经常会跟我说，申请国家赔偿超过了时限，陈家有坚持要讨一个说法。他们在2014年7月找到了北京的律师做代理，向霍邱县公安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当年的案件卷宗。他们想知道公安是怎么把案子办错的。陈家突然提这个要求，霍邱县公安局觉得很意外，因为这件事在他们看来早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理。是一起错案，但是他并没有经过司法审判程序，这不是错误羁押了一段时间。公安局的纪委书记说，他们从没否认1995年发生在陈家阳身上的是一起错案，而且当年朱大国回来后，他们立刻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不仅释放了陈家阳，还连夜去他家慰问，给了他5000元的慰问金。在跟他家人商量的基础上，征得他们同意，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补偿。对此，陈家人现在说，他们当时是糊里糊涂收下了钱，事后仔细一想，不知道钱的用意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这钱算什么钱。你是补偿我们家加工厂和供电被封了3个多月的
经济补偿，还是补偿我们全家被关押那么多天，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而公安局方面的理解是，陈家既然收下了这5000元，就是接受了歉意，双方达成了一致，而且警方的态度很诚恳，之后还公开赔礼道歉。通过城里面的一些传统的工具大喇叭来向陈家阳及其家人赔礼道歉。公安局表示，这些年他们对陈家阳的情况一直很关注。2007年冬天，陈家阳病重，他们还又补助给陈家医药费2.2万元，这就是陈家阳的女儿陈孝宪给他们开的收条。那回病的要死了，就不得了了，去找他，那才给了2万块钱。霍邱县公安局介绍，这些年来，除了事发当年的5000元救助和2007年的这笔2.2万元，派出所又协调乡镇党委政府为陈家阳夫妇申请了低保进行救助。他们还连续4年春节派人对陈家阳进行慰问，金额1000元至2000元不等。给程度不同的现金啊、食材啊等等的一些生产资料一些的补助慰问，主要还是想从同情和安抚的这个角度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些，陈家人并不否认。20年里，确实先后收到过霍邱县公安局3万多元的补偿款，但是他们觉得，从一开始他们家就没想要钱，只想要公开道歉，洗清冤屈。我们不要这个钱，只要求你在电视台上给我们家恢复名誉，那么这个事情影响这么大，方圆几十里都说我父亲杀人了。至于我们理解的公开，这个公开是什么这个我们交流的时候达不到一个契合点，但是在沿淮的农村，作为我们公安机关来说，发现了办错案了，采取了一些应该说能够考虑到的一些最诚意的一些办法和手段，我们都采取了。看来在赔礼道歉这个问题上，双方一直是有分歧的。公安局方面称，事情出现反复是在2007年左右，因为陈家阳的小儿子陈晓在初中毕业之后当了兵，退役之后曾向公安局提出过帮忙安置，但公安局没有做到。但这个要求呢，这个公安机关的确无法来解决，也的确当时呢也就引起了他家人的一定的不满。公安机关认为，就是出于这个原因，陈家人开始重新起诉了，但陈晓否认这一说法。他表示和安置工作没有关系，他们家之所以要在20年之后提起公开当年的案卷材料，是因为这么些年来当地公安局一直没有正面回复过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在当年的办案过程中，对陈家阳到底有没有采取过刑讯逼供。陈家人说，这一点对他们一家人很重要，他们认为这和陈家阳这些年来身体变坏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我父亲不是被打的出血，我们也不会去找他。但是对于陈晓的这个说法，公安机关并不认同。就是说身体上可能有一些不适。这个问题我们公安机关呢始终很关注这件事情。那他这个身体跟当时羁押了2个多月有没有直接的关系？目前我们没有发现有直接关联的一些证据。这些证据他都在公安局，都在他们档案室，他们是有材料的，所以说我们家要求他公开这些材料。但是就从我父亲承认杀人，后来这个死者又出现，我想就从这一点就可以证实严刑逼供，是吧？虽然一直没有直接的证据，但陈家人觉得有一些侧面的证据能印证当年陈家阳在周集镇派出所挨了打。当时一个住在周集的亲戚给陈家阳送饭，在派出所看到了这样一幕。那民警不让我进去，我在门口看了一下，我看见的时候是面前铺的有血，那嘴角啊有个这个血他没擦。陈家阳的弟弟也说看到过类似的场景，当时他想给陈家阳送一些厚点的衣物，来到了派出所。他就在都在那头打着，就在他坐上，脸蒙他一滩血，还没说话。除了2个亲戚作证外，村里还有几个村民说，当年去派出所办事也看到过陈家阳。
就干那谁那的，也就光出个7横7。陈家人说，据此足以证明陈家阳在派出所遭了罪。而最让他们一家难受的是，当年办案的人员似乎没有受到任何追责，一些办案民警后来还在当地的市县公安局担任领导职务。他不但没有受到追责，反而都升迁到公安部门的领导地位了，这是我们家是最不能想不通的事情。对于陈晓追责的愿望，公安机关表示，这起错案和这些年媒体集中报道过的一些冤假错案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案子还没有进入审判程序，当年只不过是对陈家阳错误羁押了2个多月。我们认为呢，这个启动追责程序，实际上是对整个这个错案的一些认定呢，也是不是很恰当。11项公开内容，对簿公堂的双方各执一词。当庭他已经答复得很明确了，就是不予公开，没有对他进行定罪，更没有量刑。一份判决2次开庭，申冤之路为何这么长？首先人人都能申冤，我也不能申冤吗？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一定要这个依法执法？南平的错案，今日说法继续播出。就这样，2014年7月，陈家向公安局提出信息公开，一共具体提出了11项公开内容，这其中包括公开讯问笔录、公开所涉嫌案件的全部卷宗材料、公开办案民警在讯问申请人时是否有刑讯逼供等行为。对于陈家人提出的公开申请，霍邱县公安局一直没有回复。拉锯了1年多之后，2015年6月，陈家终于一纸诉状将县公安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决公安局公开办案信息。2015年6月30日，陈家阳诉霍邱县公安局信息公开一案在霍邱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在法庭上，霍邱县公安局解释说，陈家阳申请公开的内容涉及侦查活动，是秘密事项，所以不能公开。对于公安局提出的这个理由，陈家请的律师觉得站不住脚。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事项都属于这个秘密事项，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按照第10条的规定，国家秘密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3个等级。那么陈家阳这个案子，即使要保密的话，它至多是机密。那么机密的这个保密时限是20年，也已经到了。对于陈家人的反驳，公安局方面又说，按照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只能公开程序方面的，其他一律不公开。实体类的，比如说讯问材料、讯问人员就侦查人员的一些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这个是不允许公开的。那么在陈家提出的11项公开信息里，哪些是程序类的，哪些是实体类的，有没有可以公开的呢？陈家人觉得至少应该公开一些手续，因为当年把陈家阳带走羁押的整个过程，当地公安都没有出示过任何手续，这不符合规定。他从被抓到被放没有见过任何的法律文书，那么换句话说，他究竟现在还是不是犯罪嫌疑人身份，至少从纸面上、从书面上没有否定他这一点。对此，当地公安的解释是，当年对陈家阳的羁押采取的是收容审查的行政强制措施。20年前，收容审查是公安机关采用了一个比较普遍的一种，为了查清犯罪事实的一个比较常用的一种措施，并没有进入逮捕和审判，没有对他进行定罪，更没有量刑，只不过是在羁押审查期间。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的于凌云教授，欢迎于老师。你好。现在陈家人把公安局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公开11项内容。您觉得他们要求公开的这11项内容有没有道理？照理来讲，他是涉嫌杀人，应该是刑事立案。那么刑事立案在刑事侦查过程中，这个制作和获取的信息，它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里头所调整的信息的范围。那么现在当事人要求的是政府信息公开，那政府信息公开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啊，它一定是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制作和获取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在办理户籍、办理这个驾照，公安机关履行这个行政职责过程中获取的信息，那属于政府信息，那么应该公开的要公开。因此呢，当时呢这部分内容呢，它没法按照这个有关的条例的规定去处理，但不是说这个刑事方面的信息一律不公开。比如说这里边有要求，第一条就是原告在1995年被拟局刑拘所涉嫌的罪名，这个他有权利知道吗？这照理来讲是应该有权利知道的，因为公安机关它还有一个警务公开、执法公开。那么这个呢是对于这个刑事这个执法过程中的有关信息，它也是适用的。就是我被你羁押了，我总得知道我是涉嫌什么罪名被羁押。对，他第6条要求办案民警在讯问原告时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这个要公开，这有权利吗？关键是你有关的材料是不是能反映出这个？有记录在案的。有记录在案，比如说他当时有没有录像啊？但不管怎么样公开，它都不适用这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它都是按照公安机关的警务公开和执法公开这个有关规定去执行的。当他讲的这个11条里头有2项。至少有2项，这个是应该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哪2项？在这一起案件里头，公安机关发现了这个案件办错了，他立刻进行了安抚，给了一些这个补偿啊。那这个实际上我们在理论上认为他是在承担国家赔偿责任。那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这一些这活动，包括他后来这个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给当事人送的这个有关的慰问金，那么这个呢，它都属于行政活动。那么在这个行政活动中形成的信息，那当然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程的范围。那么如果这个不涉嫌我们讲的这个国家秘密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问题，那应该是公开的。这场民告官的官司没有当庭宣判。2015年9月17日，霍邱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霍邱县公安局于15日内对陈家阳、徐玉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予以答复。拿到判决后，陈家很沮丧。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和稀泥。表面上好像给了我们一个说法，但是实际上这个说法把我们又推到了一个原点。因为霍邱县公安局的答复，当庭他已经答复得很明确了，就是不予公开。在陈家看来，法院应该逐一审核他们提出的11项内容，判决公安局是否公开，而不是让公安局再回复陈家人。所以在一审判决之后，陈家人提起了上诉。2016年春节前，陈家阳在医院里收到了2审的开庭传票。这一次他住院还是老毛病，胃出血。2016年的春节，所有的陈家人都过得有些忐忑，他们担心官司的2审，也担心陈家阳的身体。2月16日，陈家阳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了六安市中院。开庭可以开的，我希望什么结果？第2给我照法律办事。我站这个电视上了，人家看了，人家讲冤假错案。看还不是一回了，看过好几回了。就这样，人都能申冤，我也不能申冤吗？我要把申冤过，我讲我死了就闭眼了。报告审判长，本案当事人诉讼参加人均已到庭。作为被上诉的诉讼代理人，北河县公安局在1995年对。庭审中，公安有公安的说法，陈晓一家也有他们的说法。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公安局是否应该公开这11项内容。在当天庭审和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霍邱县公安局都表示，他们将尊重法院的判决。他们说，其实在一审判决之后，他们已经开始逐一审查内容，准备适时对陈家人提出的这11项公开信息予以答复。可以公开的，我们觉得要公开。于老师，您在前面提到了，陈家要求公开的11个事项当中有2项是合理合法的，那为什么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不直接判令公安机关就公布这2项事项的内容？这是为什么？照理来讲，他应该对这个11项做更进一步的区分，
哪些是属于刑事办案过程中形成信息，哪些是属于行政管理上头形成信息。对于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信息，应不应该公开，就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来处理。如果应当公开的话，应该责令这个行政机关就被告啊，应该公开这个有关的信息。这个案子呢，其实并不复杂。对，陈家的要求也很明确。对，但是自从2007年他们提出国家赔偿，直到2015年，他们又提出了这个行政诉讼，要求公开。对，刚才我们谈到的11项内容。对，这都过去9年了。对，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您觉得哪儿出了问题？我觉得这里头出的问题呢，就是还是在处理上不规范。这个案件，公安机关发现办错了，那办错了造成的这个损失应该是国家赔偿，那应该按照国家赔偿的有关规定，确认这个羁押行为是违法的。按照国家赔偿里头的这个关于赔偿的要求，做出一个赔偿的一个决定。这样的话，当事人也就知道了，哦，公安机关这个案件是办了错案了，那么他应该承担的国家赔偿责任，他已经承担了，是吧？但是呢，在这起案件里头呢，这个公安机关他不是这样处理的，他并没有直接承认说这个案件呢做错了，我们现在承担的是国家赔偿责任，他而是采取呢说是先赔礼道歉啊，说这个给你慰问啊，给你一些这个安慰费啊。用这种方式，那当事人呢就搞不清楚，你到底国家赔偿责任你承担了没有？就是这个钱物都是什么性质？都是什么性质的，不清楚。所以到后来不断的在纠缠，就说你这国家赔偿责任是不是已经这个承担完毕？那公安机关也感觉到不是理直气壮的，是吧？那总觉得这个案子办错了，那你是不是有关的法律职责已经履行完毕了呢？就国家赔偿责任是不是已经完全已经赔完了？这个事就了了？他也不太清楚。那公安机关觉得，我既然曾经给过你那么多现金啊，包括物品，这是不是也表示我再做出这个补偿或者赔偿的行为，你已经接受了，咱们这个事情就了了？对，这个想法有没有道理？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也事实也在承担着赔偿责任，只是没有以国家赔偿的名义。对，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一定要这个依法执法，这个依法办事，就是说你只有按照法律上规定。法律上要求你承担什么责任，你承担了，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案件就了了，不会给当事人一个误解，觉得你国家赔偿这个责任始终没有承担。21年前的一起错案，让陈家人至今难以释怀。他们希望要一个说法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从一开始就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予以纠错赔偿，可能这起纠纷就不会拖这么久。还好。最终双方又回归了法律的渠道来解决问题，我们也相信法律最后能给他们一个公平的答案。